大家晚上好啊！今天很开心，也是我们 Moonbeam 呢越来越稳，就我们 Moonbeam 大概语法已经越来越趋于稳定，所以呢，我们现在接下来可能会给大家展示一些更多的实际的，就 Moonbeam 要做一些实际的开发例子，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Moonbeam 的一些魅力啊。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说编程语言不光是本身要编译快啊、性能好啊，可能也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也是我们说的一些。比较好的应用场景吧，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种 Moonbeam 用来开发智能体。而且首先是我为什么我会关注 Moonbeam 的智能体开发呢？主要是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Moonbeam 它智能体开发呢，它是一个增量场景，就在我们在今年之前吧，可能这个智能体开发呢还是个非常小众的市场。对 Moonbeam 这样一门编程语言呢，就是我们和其他语言比没有太大的差距。我会给大家演示，就是我们今天用 Moonbeam 呢，大概半个小时能开发一个非常原型的一个智能体。然后我们自己的就我们的自己的 Moonbeam 智能体其实是开源的，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就是GitHub 上面我们有真实的智能体，就 Moonbeam 智能体也是用最早的版本是用那个TypeScript 开发的，后来我们改换成Moonbeam 4句，而且非常快，我们大概在我们同事非常给力啊，大概几周时间就把这个原来的 TypeScript 写的。移植到 Moonbeam 上来，而且性能非常好啊，也可靠性也大幅提高就是我们的智能体呢是 Moonbeam 可能聚焦第一个应用场景，首先它是个增量的落地场景嘛。第二点呢是 Moonbeam 这个编程语言也特别适合来做这个智能体开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现在智能体开发主要编程语言大概有这么几种编程语言一个是 TypeScript。对吧 ？TypeScript、Python 和那个 Rust、JS 呢，主要是这三种编程语言。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三种语言有非常截然不同啊。就比如说像 TypeScript 和 Python 是动态编程语言，那个 Rust 呢是一个System Language， 是个系统语言嘛。就是这里面呢，比如像 OpenAI， 它的资源比较丰富，它会选择 Rust 它的这样的可靠性会更好。像有些人他可能就选，比如像 Gemini， 它用 TypeScript。它这里面有利有弊。据我所知，国内有个大厂，它之前也是用 TypeScript， 它后来换成那个 Rust。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当时跟我说一个考量，就是因为TypeScript 你要打包成一个独立可执行的文件，可能要100-200兆非常大，就是你要分发过去是非常麻烦的。比如你用 Rust 呢，我后来看了一下 Rust 在OpenAI 的 Codex 大概是26兆，当比那个 TypeScript 的100-200兆肯定很好了。但 Moonbeam让我们觉得很意外，因为 Moonbeam 的体积会更小，就是 Moonbeam 和那个 Go 语言和 Rust 一样，它可以独立的编译成一个.exe 文件。这样的话，在新来的朋友大家好，就是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大概一个Live Coding， 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就说 Moonbeam 为什么特别适合智能体开发呢？刚才提到就是现在主要编程语言是 Python TypeScript 和 Rust但是为什么像 OpenAI 有些公司选择那个Rust 呢，是它一个好处，相比于 Python、TypeScript， 它打包起来非常方便，大概26兆扔到你的电脑上就可以跑起来像 TypeScript 如果你要打包成一个独立不依赖于 Node 的一个运行时环境呢可能要是100-200兆200兆大小。但 Moonbeam 在这里呢表现的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它就是比 Rust 还要小。就我们就我们这个开的马里奥仓库就我们编程就是你都没有为体系做优化过，就我们大概是只有6兆大小可以说。实际上我们体积甚至比 Rust 还小，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宣传的一个优势。然后第二点呢，就是Moonbeam 的可靠性和 Rust 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静态编程语言，我们有很好的像链型推导支持它的可靠性非常是可靠性很好。然后它这样的话，如果而且如果大家做过智能体开发会发现，就是智能体里面因为它涉及到大量的异步，它的那个很多错误呢，它都是。有时候可复现，有时候不可复现，所以需要一个非常高度可靠的一个编程语言。我觉得Moonbeam 和 Rust 应该都属于这两种编程语言吧，我们觉得认为是比 TypeScript 更可靠的。但是呢 ，Moonbeam 上面 Rust 又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特别适合快速迭代，就是因为智能体它这个新兴的场景嘛，就是你的很多需求是不确定的。但 Moonbeam 它是一个应用型的编程语言，我们特别适合做大规模的重构特别方便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于如果你 Rust 你肯定开始考虑这个。你的 lifetime 你的怎么管理但 Moonbeam 完全不需要考虑。然后第二点就是第三点就是 Moonbeam 的数据处理
也非常方便。比如我们有原生的JSON 的支持你任何类型甚至我们你可以 JSON 在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原生的支持，你不需要做用任何库然后你 from JSON to JSON， 然后我们数据处理非常方便。所以呢然后第4点就是我们异步很优秀就是我们异步是一个是我们过去半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就是我们的支持结构化并发。就是如果大家如果对加速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加速它有一个promise， 它都不支持那个cancellation但是如果你要发 promise 的话，要同时把它中断掉，对吧？这在这个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需求。那它如果不支持这种，就要手写这个支持 cancellation。但 Moonbeam 它支持结构化并发对资源清理非常友好，就是我们异步开发体验，我觉得是远远强于那个Rust JavaScript。所以基于这些点首先是整体开发它有很大的需求。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语言特性，就是我们的高可靠性体积很小对数据的处理非常方便然后对 JSON 的支持也很好，然后最后结构化并发导致的，我觉得Moonbeam 是一个智能体开发是 Moonbeam 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场景话不多说呢，因为大家也很晚，我们就开始切入主题。如果没有装过 Moonbeam 的人，可以去那个Marketplace 这里有插件，你安装了插件以后呢，就自然就可以装到所有的Moonbeam 的应用如果你是用的一个不能翻国内的，你还可以用那个 OpenBasic。OpenBasic 呢，它也有这个Moonbeam 的插件这2个网站都可以下载我们的插件，这里可以看到。然后你还可以去我们的官网，就是我们的moonbeam.com 也可以下载。这里呢，我们假设已经下载好了，我们就开始live coding。这里假设因为你下载完了这个我们的工具链呢，我们是一个全家桶，就是说你什么都有就是你的就下载完以后就像我现在录一个我把这个调大一点就大概是大家有什么自己可以我把字幕调大点OK 这样可以看到吗？还是有点小是吗？OK 这样好一点。OK 我就说 agent demo agent 外面做太多准备有可能会翻车，但是我们就贵在真实嘛，我们就开始Moon agent demo。首先我们就进入这样一个 agent demo 这样一个环节就是 agent demo然后我们这里看一下，把这个字体调大，它会生成一些模板然后今天我们比较简单，我们把那个脚手架东西给删掉就是我们写智能体呢首先第一个是你要有个 API 对吧？就是你需要一个大模型的厂商服务，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只定一个OpenRouter 的一个 API 吧，就是应该是在 DeepSeek 也是可以跑的，因为它是，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就写个比较简单的，我们这个 AI 补全有点比较夸张，Router OpenRouter URL 对它是自动给我补全出来了现在 AI 也很收集一下，我们定这样一个它是个字符串嘛，就的这样一个，然后呢，我们就 OK， 这个字体是不是还在调大一点？看一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一个模型叫 model， 我们这里是我现在用那个千问，我看一下就目前看国内的有代码编程就是千问的模型还不错，所以我们今天呢暂时用千问来做一个千问3吧。千问3Code Plus 是一个不错的模型，然后我们需要一个 API key 对吧？我们定义一下API OpenRouter API key， 这个我们就需要一个事情，首先我们这个我们需要环境变量，环境变量呢在我们需要一个第三方包把这环境变量给拉进来，所以我们这里也就加一个 moon add moonbit long sys 应该是我们的 x 应该是我们的 x 的一个加上这样一个模块。同时因为我们今天要做异步呢，所以把异步也一起拉进来吧。拉进来以后呢，我们就看这个 moon.mod.json 它就会有这个这样拉进来以后，然后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给写一下，就是我们import 就我们的 moon 的 JSON 我们会有个 import 对吧 import， 然后大概我们今天用的哪个库呢？我们今天用的 Moonbeam run 那个 async HTTP，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
刚才我们拉的那个 x 呢，就是一个 sys， 这里我们需要环境变量啊，所以我们这里就假定我们这里是一个let API key 等于这个sys， 对吧？我们 get 一个环境变量，它是返回的是一个 map，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这个 map 一个，然后呢，我们这里就可以取它的一个值吧，叫这个屏幕放大以后就很小了，看不清楚，叫 open， 对，叫这样就拿到这样一个，然后我们标一下，因为 popular 呢，我们是要标一下类型的，大概是个字符串类型。好，就我们 set up 以后呢，就我们第一件事大部分就是我们就是说要给 API 发个 key， 对吧？就是在 memory 呢，我们可以写个测试啊 ，async test 啊，我们就可以写个异步的测试。这个测试做什么事情呢？就我们去调那个 http 点 get。我看我们 HTTP 有没有导进来呀？就库看这个，所以我们这个目的编辑的其实已经导进来了。async HTTP。OK。所以我们需要来导一下这个async 的包啊，就是报错应该是这样。OK。package 我看一下这个有什么问题啊？check 它，我们跑一个 check 的，它这个我们的那个native 只支持那个就我们的 async 目前还只支持这个native 模式，所以我们这里要加一下这个prefer target 这边这个它只支持 native。现在我们再跑一个 check 会什么会好一点。OK， 现在是编译过了，我们现在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继续啊，就我们现在写的http 点 get 什么东西呢？Open Router 就我们大家可以去查那个 Open Router 网站，它有一个很多的 API， 大概是因为这个是一个headers， 就是我们第一个头对吧？我们可以现在 AI 可以自动补全的 authorization 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OK， 我们写简单点吧，就这样吧。let result。大家可以看，我们因为它其实它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写优雅点啊，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差值，这明明是支持差值的，把它弄一下。OK， 但是这里看到，就是首先我们光是对 JSON 有原生的支持啊，我们这里map 是一个语法堂，就直接写成这个，可以看得清楚是吧？叫 open 我应该打全屏，我应该已经是全屏。OK， 这样会更大一点，再把字幕稍微调小一点。OK， 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那个 result， 我们看看什么类型 response 那个，我们就可以看看那个，我们就看一下 result 的点0嘛，就我们是个 type 嘛，就它点，然后看它的code， 那我们就因为有个我们测试非常方便，就可以直接 inspect 它，就然后呢，inspect 它以后，你就跑 update， 看看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它就可以进入一个回测，我们就 native 的话可能。第一次的话，在 Mac 上会有一点慢。OK， 500，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我们的异步的库来给它发一个 API 然后拿到返回，对吧？这个已经跑通了这是一个第一个。但是我们这个前它这个是它不是个 API call， 它这里只是一个http 点 get。但如果你真正要做这事情呢，你是一个http post， 对吧？所以我们这里再写一个第二个测试test， 我就不开了，我就直接在这里。把这个注释掉吧，就因为这样文件越来越大了。我们需要一个http 点 post，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post 我们的，我看这个现在 AI 补全很厉害可以一直补下去我可以看来就是还挺神奇的看看是不是对的OK 所以我们把这个返回的结果叫 let result。它的我看我们的 API 是需要一个 URL 我们给了，然后我们是我们的 data source。这个 data 是可以是字符串的可以是 bytes 可以是 JSON。那我们这里呢看一下，它是一个我们需要一个我们 header 已经给了，然后需要一个这是我们的 data， 这是我们 data 是一个
JSON 文件对吧 ？to JSON， 然后这里呢，它里面需要导入一个新的包啊，因为它需要实现一个，应该是有一个，我这里还需要再导一个包叫 async 的，我也记不得了，应该是 mobilon async data 是，看一下是不是 data 啊？我看一下 ，OK， 我们这里已经没有红线了，应该是没问题了。就是说这个 http 点 post 呢，它是一个拿到这个有个 payload 的 data 就可以了。这个可以看到，这我们原生的支持这个JSON 类型啊，就是原生的就是这个 JSON 类型，这是怎么回事？但我已经导进来了 ，display not import async IO， 我们应该已经导进来了吧？我看一下。我们需要导一个 async IO 的包。这个我们会改进，后面我们会引入一些隐式的导入包啊，就没有这个问题再跑遍 moon check no such 我们那 data 是不存在的包啊，刚刚我写的那个，但这个错误信息我们后面会再改进它吧，就是 OK， 现在已经黄了，然后是没有问题的一边的黄色就是只有警告了。这个我们就刚才看到 response， 我们再看它的结果啊，就我们再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response 预计可能是但这次我们不想看0了，我们看那个 response 的，我不想看 code 了，我想看 response 的headers， 我们看一下 header， 我们直接 print 吧 ，print 的 headers， 我们点一下这个测试。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header 确实已经打印出来了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们就不去仔细看这个 header， 就我们现在可以给那个 open router 呢发我们通过我们的环境面 key 给他发一个 post request 告诉他，然后 hello world， 他就当然我们想看的不仅仅是 hello world 吧，就我们想看他大部分会给我们返回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个点零呢，就是我们点零的。我们看点1吧，就是1就是我们的是我们 body 对吧？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模式语言来做，就是你的它这个 tab 两个数据，第一个 response， 比如你状态怎么样，然后第二是你数据，我们点1呢就可以看到 JSON 对吧？我们可以把这个 JSON 打印出来，我看是什么东西这样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JSON。是一个model什么都有是吧？就是大概是这个 model 跟 pre-print 我们把它变成 JSON 点 stringify 一下变成字符串，然后呢再加个缩进吧，这样的话会好看一点。我们看是个什么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是我们真的打印出来的一个JSON 字符串。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这个 memory 神奇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要从 JSON 里面抽取出一些有效的数据。这个有很多数据我是不感兴趣的。那么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JSON 是这样一个，对吧？我们可以根据它呢，因为我们这个很复杂、很优雅的一个模式语言，就我们可以说 God JSON 就是 result 点1点 JSON 这个数据呢，它是个什么样的形状？我就可以把它给写一下。它是个 choice 对吧？就我们可以看这个，因为这个屏幕太小了，把字跳得很大。我们看它六 field 是 choice，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模式给弄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它一定是这样一个形状，就我们通过模式会告诉大家，这个 JSON 它一定是有个 choice， 然后呢它有个 message，就是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这里它有个不是的话，我们就 fail 掉就好了fail， 就我们这个它不是个 incorrect， 我们看这个警告是什么？对，我们这里会告诉你这个我们的 map 呢，因为它永远都是一个开放式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map 呢，加上点点吧 ，JSON message， 然后看一下这个点点，choice， 然后这后面也有一个点点，
对，这样警告就没有了。然后我还得把这个payload 给拿出来，让我们知道它是字符串对吧？我想这个 row 把它拿出来，这边我就可以把 print ln_sc 给打印出来了。就 row 是 s 对吧？然后我们的 content， 这就是我们有魅力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数据处理呢特别方便。我们拿到 JSON 以后，直接写一个这是个静态类型的直接把这个形状给匹配出来，然后把数据给打出来对数据处理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可以看一下，把这个结果跑一下，我们再看这个，你看我们看这个 row 呢是 assistant 是个助理，然后呢我们这个 comment hello Alexa 126，所以到这里呢，我们就已经跑通了这个怎么样去用 Monday 来写这个访问大门的 API 调用然后其实有这个以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就像你给你个 response， 然后你就来回的去导成数据然后加上你的 tool core 来回就可以跑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你有这个 API 以后，你就可以做接下来所有的智能体都在这建构在 API 上的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变得更结构化一点，然后让你更不容易出错但是我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request 是这样一个每次都要发一个这样的东西对吧？然后你每次都要发这个模型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函数这很抽象所以我们接下来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说这个智能体它和人最大区别就是它是有工具的对吧？它是需要有工具，或者我们自己的第一个类型叫tool， 它有个名字，它有个名字，然后它有个描述，然后这里我们没有那个 comma 就是我们的跟Go一样，就是然后它有个 schema， 我们先把这个就我们现在有这个 API 以后，接下来就是写一些我们的业务代码，把这个更主办方法给描述出来，然后我们在工具它最大的计划就是它有一个函数叫 async 的一个给你一个字符串反个字符串。为什么这个是字符串反个字符串？因为大模型它只懂字符串，它给你的参数是字符串，然后你反个也是字符串，但你可以在上面再构建一层抽象，把这个字符串给去掉做验证它有这种时间关系你就把这变成一个字符串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但是我们需要把它变成 JSON 对吧？因为大模型你需要传一个把它变成一个所以你的 Monday 有个 trait， 就是我们一个 to JSON 一个 trait， 我们一个 trait 然后 for 这个tool让我们这里 with 一个to JSON 就好了。为什么这里手写的？但我们有个 derive， 我们有个 derive， 我们可以 derive to JSON， 但主要是你这里derive 一个 to JSON 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里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个函数不能 derive to JSON， 所以我们就需要手写的就好了。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是这有个 self 叫少一个参数对吧？然后这里其实是不需要，大家可以看到，就我们构建，我们不光是模型的这个 JSON 很方便，就我们这构建这个 JSON 呢也很方便就是 implement 一个就直接写 JSON 语法就一样，就是基本上不需要做啥事情非常的方便这个东西怎么取名字这个你应该去参照那个OpenAI 的 API OpenAI 的 API 要给你这个东西怎么取名字这个你应该去参照那个OpenAI 的 API OpenAI 的 API 要给你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这个所以这不是乱取的这是参考 OpenAI 的 API 来写的当然我们所以我们这里是写错了，就不应该是这样。OpenAI API 要求你这里要写一个type， 你的 tool 你 tool 要是一个 type 是一个 function， 然后呢你的那个 function 它是要先写这个名字我们看这个 AI 可以自动给我补全description 我们的schema description 对吧？你 description 我们需要一个schema， 大概是这样。你看我看有没有？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你现在要构建这样一个JSON 给它，我们把它格式化一下OK，我们定了工具以后呢，我们需要一个 request， 对吧？我刚才其实不需要，因为我们这里可以直接我给它传 JSON， 但这个很容易写错误，就是比如写个 title 就出问题了。我们给它定一个request struct request， 然后我们需要定你的 model 名字，对吧 ？model 名字，然后你的 message， 这个呢，我们就把它定为一个叫 array of JSON。这也是 Monday 的特点，就是你数据处理非常方便的，你可以把结构化的数据，比如 request 和那种半结构化数据就能混在一起就是你在这个原型开发的时候，你不需要一开始把所有东西考虑清楚，你可以用一部分结构化数据，一部分非结构化数据给它做就好了。然后我们再定一个 tools， 就是我们的
array of 的 tools。然后呢，用这个呢，我们用这样取名字也是和 OpenAI 的 API 给对上，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不用自己写了，就 derive to JSON 就好了。OK， 然后呢，我们需要给它提供一个构造函数，这样的话你的 model 呢就可以把它给硬币码上去了，所以我们就写一个 request， 这时候我就只要提供一个 message， 对吧？需要我们提供一个 message 也好了 ，array of 的JSON。然后 tools 呢，我们可以给它提供一个叫 option 的参数。这个你可以不用每次都传，Monday 是支持什么 option 参数，然后这里我们就返回一个request， 这我们和那个别的语言不一样，就我们需要一个double column 来显示这个类型，但这是可选的，就是因为你这里知道它是request， 就你就不需要了。然后这 model 呢 ，model 是我们刚刚定了一个是一个千万 model 就 model 是这样，它为什么报错？我看一下。tools 我们 tools 呢？这个不需要再加 label 了，这个 OK， 我看一下 ，tools are undefined for type request， 我们是写的 typo 吗？应该也没有写 typo，tools，OK， 我把这个放大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let b 等于它，然后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等于点表示一个是可以，这个补全有点太夸张了 ，request， 这里漏了个 comma，sorry，OK， 那没问题，v。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其实我们这个request是可以推出来的，你把这个删了其实也可以的OK， 所以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用手工去我们 model 已经写死了，对吧？是千万 model， 然后 message 也是传进来 ，tools 呢是个可选参数就是 OK。那我们现在就会写一个函数叫 fn， 我们要给那个大模型来产生这样一个。response 我们可以写一个叫 generate 函数generate 函数可以给那个request 写一个，然后你要返回一个 response， 对吧？把这个分装一下，这个我们先定义点表示还在做，这个我们要定义一下成 response 类型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看了这个 response 它是什么结构是一个choice message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来按照这个名字来，我们就把它定义一下 struct。response， 我们可以把它它这个 choice 对吧？我们刚才已经看了。为什么我们这样取呢？因为到时候你可以直接 derive 这个JSON 就好了，就是我们可以 derive 一个 from JSON to JSON，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复用那些东西了。OK， 那到这里呢，我们 array 呢，我们就把它定为叫 choice 吧，就是我们再定一个类型叫struct。choice message 这样每个，因为为什么要有 choice 呢？其实也是因为choice 为什么叫 message， 也是为了和这个 JSON 一一对应上来，这样的话你会自动 derive 这个from JSON。OK，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写，就我们可以按照复用我们刚才写的 API let response body 等于 http 点 post， 对吧？我们可以用 AI 感受一下 AI 的生产效率OK， 全部给我。定义完了，看有什么问题我们是个异步函数，所以我们要它会给你报错，你这个是异步函数你不能在同步里面调异步，所以我们这个标一下就好。OK， HTTP post， 然后这个呢应该是个不是个 labels， 直接写 request 就好 ，request 点 to JSON。OK， 然后我们要返回这个 response， 对吧？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要稍微把它。查一下错误，比如你 resident 你的 status 呢你的 code 就是我们用它的返回值呢，大概在200到我们这里这模型可以告诉你200到299，如果在这范围你就报错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就能拿到这个 JSON 对吧？刚才说到这个JSON 以后呢，我们拿到 body 点 JSON 呢，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解析进行解析呢，我们要进行一个
我们要以定一个 from JSON， 我们要一个 at JSON 点 from JSON 就拿到，但这个呢它是需要标类型的，因为你这个不知道你的 JSON 是什么类型，我们这里需要标的这个类型啊，是我们的啊，其实就是我们的 response，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把它拿掉，就不用就过了 ，OK。所以我们就定义了个因为它这里有 response， 所以这里呢你是不需要单写 response 类型，但是你可以把它写一下的，无所谓。所以我们写这样一个函数呢在目的里你马上就要去进行测试，对吧？因为其实这个很容易写错的，因为我们写错了 table， 和我们现在测的这个是不是 work 的？我们这个 generate 我们还没有到 tools 这个程度就我们这个像 AI 太牛了，就直接给你把这个 tools 给我们还没在那里，就我们你只测这个函数是不是对的，就 generate。我们把这个，因为这个屏幕调的大，就看着有点不习惯，所以平时字体会比较小我们这个 generate request， 对吧 ？request 呢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它这个带 label 的函数，所以我们要加一个message 等于这个 request， 然后rush 一杠等于 response， 我们就拿到了这个 response。我们看这个写的没写对就是对，我们是没有 await 的就是直接写完就可以了就是你不需要单独 await 的。然后 response， 我们看这个是不是等于choice， 我们看我们 choice 是什么东西是一个 choice 点 length， 我们可以看一下，看是不是1嘛？咱们看一下这个如果是对的话，我们可以跑一下这个测试他说他跟我，因为我们这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 update 一下这个测试，它自动把这个结果给填上去choice 点 length 等于它就应该是1，没问题。因为我们但我想看一下别的东西就是你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印一下吧，就是 print ln response，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就我们就拿到一个 response， 然后它的 choice 是 message， 然后 assistant， 我们发了个 hello world， 它可以告诉你 hello is looks like you are using the classic hello world greeting beautiful。所以我们写这个，所以我们是一个边写你的函数边测试特别是网络这种程序呢，有很多的一些不可靠性这种开发模式非常鼓励我们写了这个，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我们最开始的 API 数据，然后跟一个结构化的数据，一个带类型的 request， 带类型的 response。然后我们现在我们要定一些工具就比如我们定一个 let read file to， 对吧？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定了这个类型，但是什么东西呢？名字叫 read file， 这个 AI 太强了，就直接给你全部补演出来了。read file，就可以 read 的 content file， 然后它是一个 schema， 对吧 ？schema 是 object， 然后你的一个file path， 我看是 file path， require file path， 然后这是 schema， 然后你那个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要把它给写一下。这里呢，我们可以简化一下，是一个input， 我认为是 input， 这里是个字符串input， 我们对这个 input 进行一个JSON 解析然后它这里呢JSON 点 JSON 点它这里它有可能对我们 API 不是很了解 pass 这个 input， 但是如果你真实的代码你要做错误处理你比如说你给你这个字符串有可能不是 JSON， 对吧？那真实的代码你要处理一下这个它不 work 的情况是什么情况？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处理了，不做错误了。我们拿到了这个 JSON 以后呢，就我们从字符串直接到 JSON， 然后再就把这个 JSON 对到我们这个是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呢？我们可以 guard，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有 guard， 我们可以看到你必须是一个有 file path 这个名字，而且它必须是一个字符串就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模型表给抽取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FS 就我们读 API 把这个读进来就结束了就是那它的 FS 没有找到，所以我们要加一个import 在我们的PPT 里面加一下，因为在我们的 X 上面吧，对 X 上它自动补全出来了。OK， 看一下就我们 check read file not found in the package FS
sorry， 这个应该是在异步包里面，我看一下是不是在异步里面。OK， 那把这个注掉吧，在这里面。refile OK， 就它给你打开它的异步函数，然后异步函数我们拿以后拿那个 test， 就拿到了，所以我们就利用我们一个 refile 工具，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马上就会推出一些第三方的工具，让你自动可以给一个类型自动可以推出一个 schema， 所以这个将来如果你用 Ruby 的话，不需要自己写的，都是可以手写，这个自动因为我们一些官方的工具可以自动推导出来的。这个今天只是因为教学原因给大家写的这个工具然后再写一个 let execute command， 我们只定义两个工具一个叫refile， 一个叫 execute command， 然后这个 AI 就自动补全了，把这个都补全出来了当然这个好像有点不对，我们还需要一个arguments， 我们说的 command 还有一个 arguments。OK， 它都require， 然后你这个 arguments 也应该需要这个 schema 将来我们可以模拟第三方工具给你自动生成出来，所以这里呢，我们还是个字符串，我们进行解析以后呢，自动把你一个，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模式可以非常方便，自动拿到了 arguments， 对吧？然后呢，我们这里应该是我们有个包应该叫 process 吧 ，process 我们 async 有个包可以调这个spawn 这个 share command， 做 mobile run async， 应该就叫 process， 试一下。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点 OK， 我们可以 add 一下 process。OK， 还有一个 collect output。如果你可以这个还有个 match， 你是把错误信息和非错误一个合在一起吧。我们这里就直接点 match， 简单一点吧。collect match， 然后把这个command argument， 我们的 argument 是个 JSON 嘛，是个 array JSON， 我们要 map 一下 x， 然后呢God x is 一个 我们一个 if 吧，就我们可以用模型对 fx is a string s， 那就返回一个 s， 不然的话就 fail 掉，就因为这个 JSON 是个非法的 JSON。OK，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可以collect output， 然后它应该是有个返回值吧，我们要把它给返回值弄一下把它给 OK， 它这为什么会报错就是因为我们的arguments 点 map 我们这里是 array of arguments， 所以 Ruby 是个非常可靠的语言就如果你写错了以后，我们编辑会给你反馈你哪里写错就不会等你跑起来的时候再出对吧？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一把就通过，所以确实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语言就是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我们的 output 以后呢，我们就会给它返回的东西，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快速的说一下吧，就是说，我们就我们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多行字符串，你写个 x status，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 c 给放进去了，对吧？然后我们再写一个 output。这个 output 它不是字符串，我们可以写一个test，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一个还非常漂亮的一个多行字符串的形式给反过来。我们看现在是没有编译是没有我看有没有错误move check 编译是没有错误的。OK， 我们有工具有个 API， 那么我们剩下是什么呢？剩下就是一个 agent loop， 这个 agent loop 就是你需要一个循环，就是一个工作作业，一个工作然后你不停的从你发了第一个信息以后，大模型拿到返回以后，它可以看你有没有工具要调用，有工具调用的话，它就调这个工具，然后调工具以后，然后就把这个工具的结果返回来，然后看有没有继续执行到结束这个整个的这一点，其实它的思想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真题。我们现在把这个循环给写一下，其实今天就基本上就完成了。那我们现在就写这个当然我们我们就先写这个工具吧。然后在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工具呢，我们还需要这个 handle 这个工具，对吧？就我们刚刚只定了这个东西，定了这样一个接口，你还需要去怎么去调用这个工具写一个协议。所以我们这个还需要一点我们需要自己定一个根据我们这一个已经有一个工具列表呢，把它定一个这个 handle 的工具。我们这里写一下也写一个 handle 这个怎么去处理这个 handle 这个 fm， 它有这个 handle 一个这个工具 tool call 吧。然后呢，你的 tool 呢，其实是个 map 一个跟你的名字，对吧？你的名字，然后你的这个 tool call 呢，我们自己单独再定一个类型叫 tool call。我们再点一点，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再定一下 tool call 这个类型。这个为什么叫这个？也是因为也是完全为了和那个 OpenAI 的 API 给对上，你需要一个 toJSON from JSON， 也完全 map 到那个OpenAI 的 API。所以呢，我们这里不能乱取名字我们这里要 OpenAI 的 API 呢，我们是 ID， 然后呢是一个function。这样的话，你的 toJSON 就自动就 map 到 OpenAI 的 API 了。好，这里面有一个 function toJSON from JSON， 我们再定一个 struct function 它是一个这个 main arguments 也是和 OpenAI 的 API 给自动对上，让你 from JSON to JSON 我是完全对上的。OK，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拿到了我们要返回 tool call 呢，你返回是一个JSON 就是 OK。那我们就首先我们是个 map 要去找一下这个 tools 点 get， 对吧？就 memory tools 在我们看见一个函数名，就我们可以你回到我们这里有个我们熟悉的叫guard， 因为你可能找到可能没找到，我们的guard 一下删了，现在 AI 的补全太乱了is some， 就我们找到它一定是有个工具，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然的话我们就报错我们就点一点，因为你不点一点的话，后面的返回的信息对不上，所以我们加个点一点，只要把这个错误信息给拿到。好，拿到这个 tool 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执行它，对吧？其实这个东西非常简单就是如果我们是个比如说角色它是 tool 对吧？然后我们还有个 ID 的话是 API 是需要的，这样的话它能够找到它的对应的 tool call 的 ID， 然后你的 content 是一个是我们刚才就执行这个函数，我们刚才已经有这个函数 call， 然后tool call 点 function 点 arguments， 然后看就是为什么会报错对，这里就不应该点点 OK。arguments 我看一下 tool 点 exclude 它这里要求是字符串，然后这里呢你就把它变成一个 string 吧。这里应该我们这个名字就应该 string 了，因为 OpenAI 的大模型它并不能保证它就一定是个字符串所以我们这里还是应该给它一个字符，不一定是 JSON 所以我们这里要给它一个字符串。OK， 那我们定了我们的工具以后呢，要我们定怎么去 handle 这个 tool call。那现在最后一步了，就是我们要定这个我们的智能体循环智能循环刚才讲它其实原理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可以先定一下我们智能体类型 agent， 它有一个就我们一个 tools 对吧？就我们再定一个conversation， 就你要保留你的对话，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可以不停的追加你的对话对吧？就是我们的 agent 是一个可变数组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message queue 它是一个可变的 queue。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array JSON。到现在为止其实我觉得我对我代码是非常有信心的。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任何编辑错误，就是 Mongo 的一个好处，没有编辑错误的话，它基本上就可以一次跑过。刚才给大家演示了，然后你现在要写一个async 的异步的一个 agent run。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只要你的 surface 的 message， 就是你的长度代理。我们 AI 它自动帮我补全了，然后我不是很确定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的，所以我还是自己手写一下。所以 AI 智能代码，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考察它东西是不是可靠其实还是需要
不能盲目的信它，就是还是需要自己看一下。我看这为什么这个 Midbody 我们还是很高级的高点，这个 Midbody 没有用到，但这个其实应该是个警告，不应该改成 warning 然后我们就拿到我们 Message Queue 呢，就把它全部给追加到我们的那个历史记录里面去了。就我们先拿到一个 Message Queue 对吧？然后我们去把当前的 Message Queue 就把它清空掉。然后我们再我们通过呢把这个我们在之前刚才已经定义了一个叫 general 的函数对吧？我们把这个我们的 conversion 我们历史聊天记录然后加上我们新的消息，然后把这个 tools 呢是我们的一个它自动帮你补全，这个都是对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拿到 response 以后呢，我们general 是我们要其实只要一个 message 对吧？就我们自动就可以拿到一个 JSON 文件，一个 JSON 吧，然后把这个 self 的 conversation 就把这个 push 把这个返回的给拿到了这是我们的一个让我们要检查这个 response 是什么东西就是它有可能会是不一样的结果的，比如这里它可能是这是 content 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content string 对吧？这是 content 我们就把它给把它打印出来吧，就 debug 作为 debug 的 assistant。 OK， 如果是 content 我们就把 debug 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我们还要收集我们这个当你返回的时候它有没有调你的工具所以我们要收集一下这个 total cost。如果你的返回呢它是有这个 total cost， 那我们把这个我们就拿到这个 total cost 呢，把它做一个把它截换说有没有 at json 点 from json， 把这个解码就是我们的当丢掉，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total cost 它的名字是有规律的，一定要满足这个我们要返回那个名字要对得上，所以我们就 at json from json， 因为这个东西是标在类型的，我们就要把这个标一下，就是一个 total cost。这样的话它那个编码的就没有问题，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返回一个空的数组。OK，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for to 这个 AI 补全它是有问题的，我们这边是不需要 await 的就直接 handle 这个total call 就好了。然后你看到这里，我们就把这个我们这个新的 message total response 给压到这里面去了。然后这里面去了以后呢，我们其实就整个东西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为了调试方面，我们再把这个 log 给打印出来 ，print tool OK， 所以我们这个就写完了所以我们这题就写完了。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没有任何编译错误就像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编译错误，所以我们就可以跑这个结果吧，就是我也不是第一步带有个这个 drive coding 嘛，所以它是有可能翻车的。我们就看到这个 test agent run 吧，我们写一下，然后看看怎么我们要定一个 agent 对吧？定一个 agent。补全要不我们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打个连点。它这个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会认为是 top level？ 所以 AI 有时候conversation 为什么？这个 sorry， 这个我们的错误恢复还不是很好，我们要 async test 因为我们 async 它这个要写成 async test 才 make sense 所以我们这里就拿到了 async test 以后，第一个智能体 agent 它是一个tools 是一个 map 对吧？这个没有问题，我看一下。这个我们的 map JSON 呢，它是一个map 呢，它是一个要打字符串 OK。OK， 我们所以我们定完我们智能体，定完我们智能体以后，我们再看看运气就是如果你是
那个 TypeScript 大概率是肯定或者 JavaScript 它就很难跑对，我们跑一下结果啊，但我们的第一个初始对话是这个不应该有2条对话，因为这一条对话就是 Please read the content of the。我看弹幕会干什么事情啊？我们看这个结果，跑一下这个结果。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今天的 live demo 就结束了。如果没有因为我们这 native 的这个原生的我可以看到，它这个跑出来了，就是assistant 啊，巴拉巴拉巴拉，打印出来就是但是我们的 tool file 呢，它已经把这个结果也跑出来了。它的那个，当它打的是一个 JSON 嘛，就是说tool response， 所以我们要把它给stringify 一下，然后 indent 等于 r， 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我要把它给换好嘛，就这样的话，希望能够等一下。OK，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 response 给单独给弄一下。OK， 那我们跑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好看一点？就是OK， 它就把这个 tool file， 它就这里调用这个工具，然后把这个 record 这个response content， 对，他就把这个我们的 prompt 是读这个文件嘛，他就把这个文件给读出来，然后把它给打印出来。但是我们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就一次我们就把它搞得更好看一点，我们把这个 content 给抓出来了，就证明我们这确实是做对了啊，就把这个 response 我们怎么把内容，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优美特别适合数据处理，我们就是把 response to response 点叫我们 guard 一下 guard is 我看是不是对得上，就 to response 是一个 content， 我们试下运气我们把这个不然的话就 fail 就 fail 吧，然后我们就直接打印这个 content 就好。OK， 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我们再跑的这个结果，它因为就比刚才要漂亮很多了。所以我们还在读，让大模型去读这个文件，然后我们就跑这个执行这个命令，然后把这个文件读出来它真的就因为大模型它有失败的概率它就failed to generate response， 所以这个确实是失败了。那我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看看以前的结果，也可能是有 JSON 的。把这个先打印这个 to response 请把这个最开始打印出来，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to response 请把这个最开始打印出来，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是不是我们哪里数据没处理对啊？我们看一下，再跑这个结果。fail to generate response 98，那可能 fail 的更早98。它这里返回的不是200了，但我们之前是跑通过一次这个大模型它可能就是可能各种网络问题都是有可能的。但我们这里可以暂时把信码给盖了掉，看是什么原因因为它那个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跑通过了一次，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API 的不稳定我们看有什么问题就是对，是有人问你是不是 Copilot 自动补全？对，是 Copilot 自动补全对，就是
对，我问的就是 memory 的，当然我们这里有个 JSON decoder error，就是因为我们在错误恢复啊，所以这里就有问题。但是我们之前其实已经跑通过一次的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写个 agent，其实能跑这个结果已经非常不错了。那 memory 写 agent 优势在哪里啊？就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就我们可以 build 成一个 memory build， 你是可以把它 build 成一个 RTJ 文件的，就是我们真正的产品化智能体在这里啊。就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刚才其实，在我们的Live Coding 呢，一开始就提到，就 memory 是真正优势在哪里？所以我们生成 RTJ 文件非常小，就是你用来部署一个 RTJ 文件的话 ，memory 这个生成 RTJ 文件只有6、7兆，比那个 Rust 的26兆还要小，然后比 TypeScript 因为打包的200多兆还要小很多。然后呢，我们刚才看到整个给大家也是 demo， 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我们处理非常方便，就我们有原生的 JSON 支持啊，我们有不是这个啊，就是我们有原生的一个我们有原生的 JSON 支持啊，然后我们的带类型和你的整个的可靠，就你如果写错的话，编辑很早就可以查 bug 呀就我们数据处理非常方便。第二点，然后就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比那个就我们是一个结构化的并发，就是这样的话你就是你资源泄露以后呢，在 memory 这很容易被查到，就是你不会导致你的异步的，我觉得我们异步支持呢比那个我个人觉得比 JavaScript 和那个Rust 都要好。然后第四点就是我们的如果你真的去看我们 Mario 里面，它定了大量的类型，就需要一个很多领域建模呀，做数据处理用 memory 来做呢非常方便就是我们的，所以 memory 来说更加可靠，而且简单高效，开发快对这里开发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场景。而且我们后面还会推出一些其他工具，比如说基于 JSON schema 来自动给你导出来就是这些很多工具来帮你快速开发智能体吧。我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 ？OK， 就是我再看一下视频后面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其实今天已经9点了，已经不早了。看一下。好了，现在已经挺晚的了，我们今天就非常不错。然后这个再跟大家说，如果因为我这边得像 demo， 如果你要发布到这个也很容易，你只要 publish 一下就可以了。就是我们要，就我们还有这个包管理就一个 main publish 就可以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就可以 publish 到我们这个包上，然后我们有一个其实我们相比于我们在这个阶段已经有自己的包管理了，就是我们包管理呢，其实已经的整个你看每天的这个更新频率还是很高的，就我们大概已经2430个包，我感觉这个增长非常快，我们在很快就会突破2500、2600，很快了，就是我们大概这样非常感谢大家今天9点钟，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我把这个就直接退出了。好，谢谢。还是比较这边还是比较顺利。谢谢。